季青從地上爬起來，抬脚就是一脚，只把九月給看樂了。生什麼氣？這世上多的是人有相面之微的本事，你自己心裡有鬼，不回答也能從你的臉部表情看出一二，還敢诋毀郡主。王大人很快就被拉下去了，誰也沒有料到九月什麼都没有，凭着一张嘴就直接找出了2个人来。誰說我什麼都沒有？暗月閣是吃素的。大哥。突然在這等嚴肅莊重的場合叫他的名字，季昭民聽到那聲大哥的時候，頭皮都炸開了。所有人都隱晦地看了一眼季昭民。做記錄官怎麼樣？季昭民眼睛瞪大，真覺得自己渾身都發軟了。一直都知道九月語出驚人，誰知道他語出這麼驚人？誰家不是自己私底下暗戳戳的找關係行動啊？誰家要把升官發財擺到明面上來呀？還說得這麼義正言辭。九月如今做事沉穩了，都問詢了幾十個人了，沒動手。好，我心甚慰，我心甚慰。然後所有人就看到九月站起來了，從腰帶上抽出了一根幾寸的銀針，針尖蹭蹭的直冒寒光。是你自己說，還是我動手之後你再說？哼，郡主這是要屈打成招嗎？還是要給季大人騰位置？就一個小小的記錄官，還值得我動手？那不是一句話的事嗎？猖狂，太猖狂了！死去的人依然死着。我娘子可真帥。但所有人都想不通，平太县的事是怎麼和大理寺記錄官扯上關係的。九月笑了，一腳踹在了記錄官的腿上，只聽見一聲骨酸的聲音，銀針咔咔咔的直接從腦頂沒入。卻見九月的手猛地扣住了記錄官的下巴，只聽唰的一聲，記錄官的臉皮被扯了下來。不對，人皮面具也很恐怖啊！大理寺的人臉色都白了。記錄官是什麼時候被換的？我都說，他有100種方法讓人開口說真話，這個是比較快捷方便的。郡主，您這是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很簡單啊，這平太縣有一隊私兵，是專門養來更換大齊武官的，驚不驚喜，意不意外？不是，怎麼事情的走向越來越驚悚了？你們好好的看看想想不就知道，兵部戶部選參與剿匪的官員都是從微末小官選的，每次用剿匪的名義將這些小武官給弄來剿匪，然後尋個理由說上2句他們太狡猾了一類的，把小武官給換了，悄無聲息地讓這些人滲透進了各個軍營。因為每次剿匪的損失都不大，百姓又告不到上面去，平太縣的縣令根本就不會讓這兒的人有出去的機會，所以上面想追究也不好追究。當然了，主要可能還是上下一體，陛下和很多高位的官員根本就不知道，畢竟在大家的眼裡，這就一個小小的土匪寨子，誰會放在心上？每年找個100-200人和平太縣的守軍一起圍剿一番，換掉其中的10幾個人，這次可能圍剿了，下次又死灰復燃了。所以有問題的平太縣的縣令，主管平太縣安防的駐軍，兵部的、吏部的，這麼多年，誰知道軍營裡有多少他們的人？掌握各個軍營的目的，除了造反還能是什麼？那些原本的人呢？誰知道呢？也許死了，也許有別的用處吧。畢竟這麼多人，哪來的銀子養？深挖下去，有意外之喜也說不準。九月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簡直是讓所有人感覺腦袋上的烏紗帽不保。三三啊，我們的客人到了。殷三三隐在面具下的臉扭曲了一下。自從九月知道他是殷三三了以後，就一直叫他三三了。平太县县令陈安木站在驻扎點的門口，心裡隱隱的覺出有些不對勁兒來。這個駐點的架勢不像是只待1晚上的。在人群中想要找到自己相識的那幾位，卻只見領頭的一個看起來不過20出頭的小姑娘正笑眯眯地看着他。有嗎？殷三三和身後的3個鷹眼的人對視了一下。沒有。那看樣子被換的人數並不太多，還算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要真是大齊半數5品下的武官都被換了，可以說是滅頂之災。要知道，大戰靠將，小戰靠領，
這人約莫就是豐原地新封的旭玉郡主了，大旗独一份的民間郡主。臣平泰县县令陈安木参见郡主。不叫人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居高临下的瞧着陈安木。许是觉得这般还不够过瘾，九月微微上前，直接站到了陈安木一步不到的距离。郡主远道而来，臣此前并未收到消息，所以有所怠慢，还望郡主恕罪。这是要給九月上眼藥嗎？並未收到消息，這不明晃晃地說是因為九月沒有事先通知，所以才沒有來迎接嗎？若是九月沒有聽懂，倒是也還好，可若是聽懂了，這人怕是要有來無回了呀。九月嗤笑了一聲，別說跟季青、季昭眠這等老奸巨猾的人在一起久了，這種彎彎繞繞的話，九月勉強能夠聽得懂些微了。不說又如何？郡主，這小丫頭怎麼感覺有些詭異？這裡好幾個大官當官的年限比這個小姑娘的年紀都大，但個個似乎都姓魏多過於其他。一個民間郡主真能這般得人心，況且還是個女子。臣真的並未收到郡主的任何消息，此番行動又是絕密的，所以臣也是昨夜收到守城的士兵稟報，才知道郡主竟帶着人在野外駐紮，臣有罪。這縣令瘋了不成？沒看到我們都怕得要死了嗎？怎麼這個時候還不忘記上眼藥啊？你以為這些話傳到陛下耳中，陛下會說他幾句不是？九月半點不客氣，直接一腳踢在了人肩膀上，直接踩在了他的頭上，硬生生地將他的頭壓在了泥地裡。直接踩在了他的頭上，硬生生地將他的頭壓在了泥地裡。你在教我做事？碾了他的臉皮不說，順着他的整個頭碾了一圈。郡主折辱臣，折辱朝廷命官，是真當這裡是都城，由得你作威作福嗎？老臣一定會上書盡數告知陛下，求陛下還臣一個公道。看到那幾個護衛衝過來，九月對着殷三三抬手，血別濺到我這兒來了，髒得很。話音剛落，殷三三和剩下的3個鷹眼的人蹭蹭蹭的亮兵器。不，三三，你看我們的客人只剩下1個了，中午可以少做幾個人的飯了。九月正想從陳安木這裡問點東西出來，守衛就來報說鷹一到了。他來幹嘛？鷹一詳細地說明了豐原帝的意思。九月之前覺得豐原帝是大齊的牛馬，這會兒突然發現他被豐原帝的糖衣炮彈腐蝕了，成了豐原帝的牛馬了。你說我現在躺地上轉着圈的撒潑，能先回去嗎？應該沒用吧。九月眼睛頓時瞪圓了，鷹一忙往後退了一大步。郡主啊，陛下不在這兒，您甭說撒潑了，您就是轉着圈的上天，陛下也瞧不着。忘記了這一茬，一股邪火發不上去了。九月看了看鷹一，對着鷹一招了招手，一看九月的表情就知道這人要幹嘛。殷33、殷22、殷39、殷48，進來。鷹一來不及解釋，抬手就擋住了九月的一擊，震得他差點吐了口血。幫忙，我打不過，一起上，別傷了郡主。沒想到九月的武功竟恐怖如斯到同時和他們5人對打，也絲毫不落下風。不少人衝出來看，就見九月和鷹眼的人打了起來。少人衝出來看，就見九月和鷹眼的人打了起来。有官員想要上前去勸架，季青匆忙攔住。九月一般不會跟鷹眼的人起衝突，而且九月武功好，鷹眼的這幾個人絕對不是九月的對手。所以說現在還沒有人死掉，說明九月是留了力的，那就不是打架，是在切磋了。更或者九月是在泄火。看樣子平泰縣城的事情交到了九月的手裡了。若是我們此番回去，九月算是個始作俑者，總會有消息靈通的人知道是九月把事情給捅了出去的。此番回去肯定會有刺殺，還不如趁着這個時間差好好的做個準備呢。
設法將暗月閣所有武功高強的人調到九月的身邊來。是。直到小半個時辰過去了，九月收手，這邪火出了，英一和英三等人立刻跪在地上。郡主，起来吧，挺畅快的。青椒大营来了多少人？誰領兵？英一也不想九月太過於招摇，引着九月進了另外一個帳子，然後將令牌遞給了九月。陛下的意思是，金郊大营此番來了3000精銳，500人負責押送銀兩，還有金辦蔣侍郎貪墨案的官員回去，剩餘的2500人歸您統轄，全都聽您的。他從不知道豐原帝會信任他至此。刺殺暗殺我不在話下，但領兵還是算了。豐原帝真把我當蒙眼的驢使了，蒙着眼就知道賺了。我不行，你們想法子通知陛下，2500的精銳可能不夠。郡主的意思是？大哥，這氣沉丹田的一句，險些讓正在整理口供的姬昭眠從凳子上摔下去，手裡還拿着毛筆呢，提着100，火急火燎的就朝着外面跑去。我在这兒呢。挺好的，挺好的，不能只有我一個人被九月訓練嗎？大家一起才有意思。姬昭眠嘴唇抖着，長腿倒是倒得飛快，一張臉紅得不行。九月讓姬昭眠好好的和英一的人說說，這小半天他們都幹了什麼，得出了什麼結論。英一聽到最後都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表情來看着九月了。豐原帝当初說九月是福星，九月真的是大齊的福星。若是再等上2-3年，一旦這叛軍形成，秘密潛入都城，那後果不堪設想。此事關係重大，郡主已經抓住了平太縣的縣令，但肉神的县令久久不回，我們又得不到任何的線索，恐怕是會打草驚蛇。若是他們真的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出去都城，那我立刻給陛下發消息，都城那邊全面戒嚴。但是這邊，英烨你也瞧出來了，殺人我再好，領兵我真的不行。英烨你也瞧出來了，殺人我再好，領兵我真的不行。誰要去領兵啊？若是我萬一真開發出了這個技能，豐原帝那個老登以後用個什麼我想要的蘿蔔吊着我不得屁顛屁顛的去當牛馬呀？堅決不要！我可不會領兵，真的不會，不要開玩笑。英一立刻把這邊的消息用海東青傳了出去。英一準備一下，等青椒大營的人到了之後，我請他們吃烤肉。做鷹眼的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執行。陳安木被捆着，旁邊攏了個火堆，九月站在高台上，黑曜石般的雙眸掃過底下烏泱泱的士兵。我要名單。郡主在說什麼？老臣不知郡主今日是要做什麼，隨意給臣扣上一個罪名，說些不知所謂的話。怎麼就因為臣沒有大刀闊斧的歡迎郡主，來平太縣，郡主就如此行事？好大的官威呀！郡主可有把陛下放在眼裡？就差指着九月的頭說，九月德不配位，不堪為大齊的郡主了。九月笑了笑，手裡把玩着他最愛的手術刀。平太縣有座山名雲來。郡主在說什麼？臣不知道。武城兵馬司楊立安兵部主事前來。你到底是什麼人？我要名单。陈安木咬着牙不說話。九月轉頭看向看台下黑壓壓的士兵。大家千里迢迢來這兒，想必其中有些人已經知道事情暴露。我在這兒允諾，若是有人主動出來說了，過往種種猶如過往雲煙，煙消雲散。但若是被我查出來了，那我就賞大家一頓烤肉。郡主說的當真？當然了，今日我就先賞陳县令一頓烤肉，請他好好的吃一頓。落在九月的手裡能有什麼好的？九月把玩着手裡的手術刀走向陈安木。除一，殷三三等人立刻将陈安木的外套和中衣給脫掉，只留下了一條小褲。你九月笑着手起刀落間，4-5片肉被片了下来。這不就是凌遲嗎？吵！英一立刻把陳安木的嘴巴用布條給堵上了。九月走過去把鐵籤子拿起來，然後走到陳安木的面前。陳大人，吃塊烤肉，肥瘦相間，好吃的緊。
有些承受能力差些的，光是看到九月拿着铁签子往陈安木的嘴边放，他就已经在吐了。陈安木被捆在木桩子上，眼见九月逼近，头死命地往后移。莫动，血流多了就死得快。我好久没骗过千片还不死的人了，正好你这体格子骗个上千片不成问题的。吃！陈安木一张嘴就直呕，偏偏九月不放过他。陈安木整个人癫狂的大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可不能便宜了旁人。同九月待一起待久了，真就见天的增长见识呀！这是一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摧残，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谁也不能再直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了。陈安木晕过去，又被九月弄醒。我说。然后英一开始快速记录陈安木说的人名什么的。季忆清将锦帕递给了九月。怕我吗？不怕。无比认真地看着九月。所有人都可以害怕九月，他不会。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他的全部。九月一人双刀立在所有人之前，挥舞着长枪将300多个人护在身后。就算现在做的这件事儿，也是为了挖出隐藏在武关中的细作，保護的是整個大旗。所以我為何要害怕？有什麼可怕的？方法嘛，只要有用就成，過程不重要。怕又如何？怕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既然被我喜歡上，那就只能算你倒霉，一輩子被我纏着了。陳縣令不行啊，才800多刀，有點讓我失望呢。我等着你們中的某些人，至少得騙個1000片，別讓我失望。話說完了，九月提步下了高台，他可沒有那勞什子的功夫去一個個的收服。軍營強者為尊，讓人聚就夠了。此番督辦蔣侍郎貪墨銀兩案件的所有官員，已經全部都盤查完畢。放他們回去吧。是，陛下派了沈將軍前來。那沈將軍怕是都60多了吧？真是個老當益壯，60多了還能上戰場。沈將軍將沈小五一併帶了過來。沈宗生，雖說沈宗生現下可以走動，但時間卻也不宜過久，更別說騎馬什麼的了。怎麼把沈宗生給帶來了？武少將軍用兵如神，就算是不能夠上戰場，那就是坐鎮大後方，也能讓人安心不少。隨便，晚上我要出去一趟，讓鷹眼的人跟着我。是。還有，京郊大營的人還是按照我之前的說法，寧錯殺不放過。九月說的是10人一個小組，互相監督。若是其中1人出了問題，另外9人連坐。入夜，到了出發的時間，九月翻身坐了起來。他的時間觀念極強，在現代執行刺殺任務時，都是以秒來計時的。九月，燈火綽綽下，看着季憶清真是賞心悅目。九月俯身扯着季憶清的衣領，就在他的嘴上吧唧了一口。要小心些。或許他想說的並不是小心些，而是能不能帶上他。雙手捏了捏季憶清的臉，肉感不重，但九月還是覺得很好捏。你怎麼這麼招人稀罕？九月再度轉身，沒有一絲留戀。季憶清的手在被子上攥了攥，根本不可能再睡着了，乾脆起身拿起了帳子裡案幾上的案牍看。九月在外奔波做事，季憶清沒法陪在他的身邊，唯一能做的就是從這堆得像是山一樣的案牍中尋找蛛絲馬跡。這次的事情不同於以往，一切都是未知的。若是對方的人數太多，九月還能夠全身而退嗎？郡主，如何？應該就是了。要等到入夜嗎？再往前看看。越過前方的一個土坡，九月突然制止住了所有人。到了。九月迅速地爬到了樹上，鷹眼的人也各自尋到了樹上。所有人都看清了那些衣衫襤褸之人是老百姓。運送的筐子裡的東西是什麼？是不規則沒有熔煉過的鹽。好家伙，這裡竟然有一個銀礦。在離都城不過2日距離的平泰縣，有一座出產量看起來還挺大的銀礦，
而身在都城的豐原帝被人堵住了耳朵，捂住了眼睛。这次事件怕是要牵扯到3匹以上的大员了。倒吧，多倒几个，给我家季逸清腾个位置。哼，难怪一路从苏宁县到平泰县的路上，好些个村子都不见壮劳令，家中只有妇孺和老人孩童，感情都在这儿。鞭子抽打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鹰眼的人和九月都只是看着。没办法，周边的守卫有些多了，外围20人一组，时不时就有人巡逻。越往矿洞方向，守卫的人越多，5人一組，每組配备1把火铳。鹰一甚至在最外围的空地邊上看到了戰場上才會使用的火炮，雖然只有2架，但威力奇大，難怪外面沒有那麼多的崗哨。這裡這麼大，少說護衛加起來不會低於1000人，再加上幹活的百姓，九月頭疼的捏了捏眉心。郡主，現在咱應該怎麼辦啊？若是按照九月的說法，他們的火炮沈將軍肯定也有啊，弄個10幾架過來，幾炮轟了算了。但不行，礦洞周圍那些被皮鞭鞭打着不停幹活的百姓，都是豐原帝的子民，都是大齊的百姓。陛下說我是福星，我覺得我何該是財神爺才是。是啊，九月參與的幾次事件，榮家抄家超出了幾百萬兩銀子，蔣侍郎貪墨一案又是幾百萬兩。如今這麼大的一座銀礦，九月不是財神爺是什麼呀？走吧，先去看看另外一個地方，確認一下到底有多少私兵。誰會知道在大山的深處有這麼巨大的洞穴，洞穴裡是數不清的身穿鎧甲的士兵呢？不會超過5000人。走吧。還算在九月的預算之內，或許那幕後之人一開始的想法就是步步蠶食大營的武官體系。畢竟若是想要在離都城這麼近的地方囤積上萬數的私兵，很難不被發現。此番離開了整整3日，季逸清可以說是翹首以盼，遠遠的就看到九月回來了，真的可以說是欣喜若狂的奔了過去。直到了近前，季逸清真想給九月一個大大的擁抱，結果九月溫暖的唇瓣吐出了幾個冷酷無情的字：茯寧子、沒藥、白術各準備300斤。九月報了20-30種藥材名，季逸清撇撇嘴，迅速地把九月說的藥名給記住了。他好想九月的，但九月看起來不是很想他。啊，這藥這麼多嗎？找好了，我教你怎麼兵不血刃地拿下所有人。哦，郡主，您已經有法子了。九月不想說話，扯着季逸清踉踉蹌蹌地跟在後面。沈將軍和沈宗生也到了。聽說九月回來了，父子倆帶着2個副將急忙從帳子裡出來準備迎接。結果所有人就這麼看着九月和季逸清進了自己的帳子。九月還大聲地撂下一句：快，等我睡醒再說。沈將軍和沈宗生和九月打過多次交道，很顯然嘛，九月肯定是已經有了萬全的法子了。他帶着小五千里迢迢的來，如今怕是也要撿漏了。跟着九月真是吃香的喝辣的。九月一把將季逸清推倒在榻上，撲了上去，埋在季逸清的脖颈間深吸了好幾口。讓我吸血。季逸清好笑地抱緊九月，生怕九月從榻上摔下去了。他好想他。3天，九月真的沒有怎麼休息。這會兒回到了營地，有季逸清在身邊，真就有種歸巢的倦怠感。趴在季逸清的身上，幾乎可以說是1秒入睡。反正他已經讓季逸清買藥材了，那些藥材到了之後，季有情姐妹仨肯定會知道給他處理了的。季家人如今上道的很，少卿也是個極有眼力勁兒的，所以九月壓根兒就不怎麼安排事情，輕輕地給九月按摩了一會兒，這樣也能讓九月睡得更好些。打來溫水，輕柔地給九月擦拭身體，換上他從家裡帶來的寢衣，再把九月塞進湯婆子暖透了的被子裡。果然，九月一窩進去啊，眉頭都舒展了，就是手指緊緊地抓着他的衣襟。季逸清失笑，
乾脆脫了鞋子，除去外袍披在身上，将九月拢在懷裡，自己則是靠在榻上看案牍，時不時地摸一摸九月的背，可別冷到了。雖說九月沒有生過病，但姬青照顧九月照顧得很是細緻。這邊的英一幾人就沒有九月那麼豪橫了，被沈將軍請進帳篷裡，詳說探查所得。當聽見那個銀礦時，所有人都震驚了。能查到背後之人嗎？現在的沈宗生早就褪去了初見九月時的陰鬱，整個人意氣風發。還需要時間啊。沈將軍在原地踱步，人數倒是不多，但银礦那裡有火铳，有火炮，甚至還有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洞穴那裡有5000死兵，有沒有火铳、火炮，甚至威力更大的武器，這也說不準。沈将軍看到九月，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連黑眼圈都泛着光泽，變成了卧蚕。郡主啊，小五在和他们制定作戰計劃，我們此番帶了1萬人過來，全聽你的安排。沈將軍現在已經完全折服於九月的能力之下。別看人年紀小，那本事是杠杠的。不是沈将軍，你未免太看得起我了。你好好瞧瞧我，我像會打仗的人嗎？沈將軍和另外2位副將爽朗地笑了。來這裡的時候，他們知道了九月帶人和黑虎寨的一戰，那可是大獲全勝。黑虎寨被殺被俘了多少人，而他們的人死傷加起來連1/30都不到，更何況他們還要保護拖油瓶一般的文官。這種戰役若是放在戰場上，那可是夠吹一輩子的。郡主啊，您可別謙虛了，我們都知道了。一名副將瞧着九月，那眼神慈祥的，恨不得九月是他的孫女儿。你覺得九月為何是郡主？之前的功績不夠做公主，此番若是這樁事了，那是否會是公主都未可知了。險些就釀成大禍了。這個老登為什麼要用他精明閃着光澤的眼睛這麼盯着我？我真的不會打仗，只是有點小計謀，我頂多能做個前鋒，剩下的你們安排就是了。沈將軍樂了，不管怎麼說，只要九月肯出手，對他們來說就足夠了。怎麼有種被套路的感覺？罷了，這次的事情結束，我好好的敲風雲第一代，我對不起我這個人設。先安排幾十個身強體壯的幫我幹活。一定要信得過的。關於武官被替換一事，他也知道了。九月雖然沒有明說，但這就是明擺着的，他不信任來京都大營的官兵們。我們仨每人都帶了30個親兵來，90個人夠嗎？圍個空地出來，別被人瞧見了。而後九月就去看季青買的藥材去了。不得不說，有少卿和季青在，九月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兒。九月到的時候，季家人正在那裡分揀藥材。季有情姐妹仨把各個藥材該分揀的分揀，該炮製的炮製，免得九月看到這些不合他的心意要發火揍人。季家兄弟跟3個小跟班似的，跟在自家妹妹後面屁顛屁顛的做事。難怪季家兄弟能在御前得臉，看看人這家風，瞧瞧人這一家子，個個精明能幹，連讀書都比旁人要用功不少。東家，藥材太多，全部熬煮出來以後用瓦罐裝的話，瓦罐所需太多，我就買了幾十個特制的大桶，把蓋子一蓋，再顛簸也不會灑太多出來。桶上做了2個顏色的記號，這種桶可以直接背在背上，運送也方便。九月每次看到少卿，真的就有種少卿是他肚子裡蛔蟲的感覺。九月每次看到少卿，真的就有種少卿是他肚子裡蛔蟲的感覺。你知道我要做什麼？我和季家2位大人猜想了一下，感覺應該大差不差，所以就準備了這些東西。要是準備錯了也無妨，大人說人都是可以犯錯的嘛。你做得很對，我的法子確實和你們猜想的是一樣的。九月用幾百斤的藥材調配熬煮了一種哪怕是稀釋過後也會使人昏睡長達12個時辰以上的藥水。為了以防誤傷老百姓，在出山接近村子的地方又調配了解藥，只要能夠藥倒哪怕是1/3，
我們的壓力也會小很多。剩下的沒有被藥倒的全部都殺了。不行，哪怕是叛軍，底層士兵也都是聽命行事，他们沒有選擇的權利，所以底層士兵服了但不殺，將領必殺，還得招搖過市一般的拉回都城去當着全天下的人殺。有9月药水的加持，走的就是出其不意的招数。接着沈将軍就命人将云来山幾個出口全部都封住了。沈宗生不適合長途跋涉，作戰大後方，是以沈宗生用人海戰術，直接把云來山給圍了，就豪横的連蒼蠅都飛不出去。一路有士兵站崗，來去都需要对暗號。300個從精銳裡面挑選出来的精英跟着9月，背着装着藥水的大桶，一路秘密的进山。執行任務的同時，也要保護好9月的安全。這是一場出其不意、打着瓮中捉鱉的口號戰役。隨着大桶裡黑乎乎的藥水往河水裡一倒，瞬間沒入河水中，渾濁只存在了幾息。營地內的炊煙升起，9月和英一窩在樹上，英一雙眼炯炯有神地盯着下方。要笑起笑也得半個時辰，不知道這會兒看什麼呢？營地內突然嘈雜了起來，英一猛地直起身子，險些把他和同一棵大樹的9月給擠下去，瞬間將自己倒吊在了樹上。这就全憑肌肉記憶。 9月一個翻身，一腳就把英一給踹下去了。激動什麼激動？郡主，成了！鷹眼的人全在隱蔽的地方憋着笑，還是第一次見他們鷹眼的首領英一被人踹屁股。我的法子能有不成的嗎？再等1刻鐘，然後下去收人頭，不是下去捆人。尤其是看到9月歘了一聲抽出了長刀，那架勢就跟要下去砍西瓜一樣。營地內一個接着一個的士兵毫無徵兆地倒下，天空中驟然炸起了一束藍綠色的煙花。眾人還在等待9月說出發，結果扭頭就見9月舉着大刀，嗷嗷嗷，邊喊邊朝着山下衝。首領和頭不都是在後面主持大後方的嗎？再說了，我們是正規軍，這嗷嗷叫的架勢都成了猴子下山了。所有人抓起自己的武器，一邊往下衝，一邊嗷嗷嗷的叫着喊着的。遠遠的瞧過去，真以為是山裡的猴子下山了呢。恐怕只有9月才能打仗打出這種奇奇怪怪的動靜來了。9月方又是大獲全勝，本來是十分值得慶賀的一件事兒，但給俘虜們餵完解藥後，沈將軍帶着人來接收俘虜，發現大家都不怎麼說話。打了勝仗不該是高興的嗎？怎麼個個都不說話？難道出了什麼事情？英一將軍，沈將軍聽着英一公鴨一般的聲音，你這……英一掩在面具下的臉猛地就紅了。這要怎麼說呢？說他們看9月喊的興奮，個個都跟着9月學，越叫越大聲，往下衝的時候要叫，砍人的時候要叫，捆人的時候要叫，而且還一個比一個叫的大聲，生怕自己的声音小了被人聽见了瞧不起。然後就導致跟着9月一起出發的先頭部隊所有人那嗓子都劈叉了，任誰大聲叫一個多時辰，那嗓子都得劈叉。偏偏領頭人9月主打一個參與，光是叫了幾聲以後，後面就不叫了，大家都在叫，聲音還一個比一個大，愣是弄出了上萬人的陣仗，全靠他們的嗓子。9月一邊聽着英一的聲音，一邊笑得嘎嘎的，不僅笑，一邊笑還一邊捂着自己的喉嚨，還要故意弄出那種說不出話來的死動靜。宝娟，我的嗓子，我的嗓子！英一和身後嗓子都劈叉了的精英和士兵们一臉無語，英一和身後嗓子都劈叉了的精英和士兵們一臉無語，嘲笑人就算了，還非要當着人的面嘲笑，壓根不懂什麼叫背後蛐蛐人。寶娟是誰？就不該多這句嘴。9月跟着沈將軍等人到了營礦，誰也沒有想到原來山竟然會有這麼大一個營礦。9月捂着胸口看前面的礦洞，但顯然已經被開採了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是說至少送出去了幾百萬兩銀子，也可能是上千萬兩。
沈将軍看着九月捂胸口，以為九月不舒服，着急地問道：怎么了？心痛。怎么會心痛呢？我馬上給你找大夫。你不覺得心痛嗎？這麼多的銀子都被運出去了，你想想，我這次辦了這麼大的一樁案子，要是沒被運走，這些銀子沒準就可以進我的口袋了。沈將軍把九月扒了他衣服的手給挪開，背過身去。偏偏他還不知道應該怎麼跟九月解釋。而後九月就一路喪着臉回去的大本營。季青從遠處匆匆趕來給九月慶祝，見人不高興，忙問了問原因。那放在錢莊的銀子也不全然是你的銀子呀。就九月這次督辦的2樁案子，那豐原帝不可能會不給九月重賞，畢竟看豐原帝連京郊大營的指揮令牌都願意給九月，可見九月在豐原帝的心裡那是有多麼的好用。要想馬兒跑，當然得給馬兒吃草啊。像九月這種汗血千里馬，草可能都不行，那得是價格極其昂貴的珍饈才成。還得是季青啊。此番出來再回都城，年都過了，福王壽辰也過了，甚至藩王都進城了。九月他們把平泰縣城的事情收尾，拉着好幾車的案牍姍姍回都城的時候，九月一張臉都快要拉成驢臉了。但如今九月的名字可謂是如雷貫耳，誰也不會再用孤女或者是民間郡主來說九月了，都說九月是大齊的福星，是大齊的郡主，是百姓的郡主。季昭眠理所當然成了記錄官，正6品、正7品到正6品連升2級，更甚者，朝堂詭辯蔣侍郎一案上，讓季昭眠一戰成名，誰也不想和季昭眠的嘴對上，死的都能說成活的。畢竟能睜着大眼睛誇讚九月善良膽小的人，是個真正的狠人。季青則任吏部郎中，正5品，也是連升2級，但這個任命是豐原帝直接下達的。要知道，吏部是6部之首，吏部尚書通常還被稱為天官，擁有很高的權力和地位。季家這是要飛黃騰達，直達天聽了呀。季昭眠和季青一朝升官，自然免不了應酬，連着被人請了好幾日的宴，直接把季昭眠和季青給喝的呀，看見酒就想嘔。最後一日都是都城裡，不少和他們年紀相當的各種大官勳爵家的兒孫們宴上，觥籌交錯間，一個個花容月貌的姑娘聘聘裊裊地走了進來，個個輕車熟路地攬着姑娘。季青和季昭眠對視一眼，擺手拒絕。那2個姑娘站在兄弟倆旁邊，眸底含着眼淚，那副模樣一看就讓人憐愛。九月的名氣如今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季家兄弟能升得這麼快，要說沒有九月的功勞誰信啊？都在說季家一門雙星多麼的成器，就連季周爺等人都被誇得快要上天了一般，尤其是覺得兄弟倆是沾了九月的光。靠女人的男人那還叫男人嗎？這些都是特意找來樓裡的姑娘。司馬，季大人這是擔心回去了以後郡主說嘴。季青和季昭眠的臉都沉下來了。想不到季大人竟然還是個妻管嚴啊！不行啊，季大人，男人嘛，就該把女人踩在腳底，任她是郡主又如何呢？夫為妻綱，這不過是喝2杯酒，季大人都不肯賞個臉，莫不是他回去交不了差？嘿，連床都上不了啊！一青同郡主伉儷情深，為何要將郡主踩在腳底啊？她是我的妻，我理所當然應該呵護她，愛護她。妻管嚴就是妻管嚴，說那些冠冕堂皇的話作甚？罷了，你們說一青是妻管嚴，那就是妻管嚴吧。見季青親口承認自己是妻管嚴，所有人直接大笑出聲，幾乎要把房頂的瓦蓋都掀起來了。二弟何時居然會這般伏低做小了？上了馬車，本來有些微醺的季青立刻在身上灑了不少的酒水。你這是幹嘛呢你？大哥呀，你還是早點成親吧。給季昭眠、季周野、季晚橋說親的，真是要把他們家的門檻給踏平了。季昭眠統統都推了，真不知道要找個什麼樣子的。
這和成親有什麼關係呢？季青淡笑不語，沒多久，两人就到了季家。小厮将两人扶下了馬車，季昭民扭頭正要和季青說話，就見季青往大門裡看了一眼，剛剛還生龙活虎的人立刻變得虚弱不堪，甚至臉上還隐隱的有點委屈巴巴的表情。這到底怎麼個事兒啊？這是這到底怎麼個事兒啊？這是。季昭民再抬頭，然後就見到九月從大門走了出来，带着點不高興。怎么又喝這麼多？季青踉蹌着，險些站不穩。不是，你剛才明明比我站的都還要直啊！季青被小厮扶着，跟在了九月的身後進家。剛跨進大門，九月扭頭就看了一眼季青，然後又看向了季昭眠。大哥，誰欺負你們了？季昭眠看了一眼季青，只見這人委屈巴巴的表情更甚，小心翼翼地看向九月，那模樣，季昭眠真的就是第一次我见犹怜地形容一個男人，而且這表情分明是剛剛宴上那被拒絕的舞女表演的，被季青活學活用了。哇，這還真是長見識了。但是我說二弟啊，這你到底要大哥怎麼配合你呢？你吱一聲啊，你倒是，誰知道你這般做派究竟是要做什麼呀？大哥可是沒有成婚，不懂你們小夫妻之間的情趣。這季青也沒和他通氣兒啊。九月恨鐵不成鋼地瞪了一眼季昭眠，沒有。蒼了個天哪，六月飛雪啊，真是比竇娥都冤吶。隨後明明看起來氣沖沖的九月轉頭去扶季青的時候，動作十分的輕柔。季青撅着嘴，十分委屈又帶着點不自覺的溫弱，然後把自己半搭在九月的身上，每一個角度每一個動作，那真的就是經過詳細的計劃的。學到了，現在要這樣才能取悅自己的媳婦兒了，夫妻之間的情緒難度已經拔高到這個地步了嗎？這成親真的好可怕呀！九月一路攬着季青的腰往屋裡走，季青緊繃了腹腰的肌肉，力求絕不讓九月摸到一丟丟的贅肉。下人被攔在了屋外，九月今日十分有耐心地給季青擦臉什麼的，溫熱的水汽把季青的臉蒸得軟軟的。九月捧着季青的臉，手感頗好。季青抬眸，九月就只見到季青的眼眶裡似乎還含着水汽，可憐巴巴地瞧着他。九月咽了咽口水，这人是妖精吧？季青雙手抱着九月的腰，九月捧着季青的臉，聲音是自己都沒有察覺的溫柔。真是美色無人啊！怎麼了？有人說我。誰？怎麼了？有人說我。誰？就今日宴請我和大哥的公侯子孫。這些人真是活膩了。妻管嚴就妻管嚴，他媳婦兒可是九月。這世上能有幾個九月這樣的媳婦兒？那些人就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他不在意，他會告狀。沒事的，不過是被說幾句，沒關係的。九月看季青委屈成這樣，還要給那個人說好話，說話間就想起身去揍人，被季青卡着腰，把人給抱緊了。哎呀，真的沒事的，他們就是些紈絝子弟，被家裡人給寵壞了，說話沒有個把門的。要是有人能夠好好的教導他們，就不會這樣了。哎呀，說起來，他們都是公侯子孫，只是這些人沒有好好的教導，伯父侯父怕是後繼無人了。說着，季青還憂愁地嘆了口氣，仿佛真的是為他們擔心。九月眸光瞬間亮了，他想起了件事兒。你說你要弄個什麼特訓營，那是什麼東西？九月手裡拿着份名單，全是九月逼着季青寫出來的。季青委屈巴巴的把那日宴請他和季昭眠，嘲笑他和季昭眠的所有人寫了個詳詳細細，一個沒漏不說，還夾帶私貨。
還和季昭眠補上了幾個老是給他和季昭眠使绊子的大臣的兒孫。我從桃花村回来的时候，兵部的有個大人看我把人管得服服帖帖的，說叫我分享一下怎麼管人的。這不，我想着分享不如實踐，不如找幾個愛玩愛鬧的公侯子孫，弄一個特訓營出來，至多3個月就能瞧見效果。到時候有人記錄什麼的，讓兵部和各位將軍瞧瞧，看看我這練兵的方式可行不可行。練兵？若是個個都練成9月這樣子，這大齊怕得直接成為天下霸主。可行可行。9月瞅了一眼封元帝嘴角翹起的诡異弧度，和我比不了，能赶上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也夠军里的将士所向披靡了。你的嘴角還是老是平着吧。要不是看9月那嘚瑟的樣子，封元帝都懷疑这人是結巴了。9月的本事不說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了，他只要願意傳授，哪怕是小拇指大小一點，也夠這些公侯家的纨绔們受用一輩子了。這名单有什麼講究沒有？有啊，這些人嘴賤的要命，欺負我家季一清。不是，我為什麼有種好好走在路上被人踹了一腳的感覺？你出去！噎得慌，拱手，臭不要臉的開始要錢。那陛下給我批點銀子唄，別走國庫了，從你私庫出。我這次出去一趟，少說給你賺了幾千萬兩，那銀礦……嘿，怎麼有人把要錢要得這麼理直氣壯的？批，地方和銀子隨後就給你。謝謝陛下。對了，我都這麼盡心盡力的給您訓練人了，每月得該有點俸銀吧？不說多的，我是從一品的郡主。不对，您之前說要讓我當公主，郡主府我就暫時不去住了，到時候公主府修好了住公主府。公主是正一品吧？正一品的大官每月拿多少银子啊？9月在那掰着手指頭算，要多少不容易挨揍，畢竟她馬上就是有封号的10億的公主了。要多了，封元帝肯定不會給；要少了，他不高興。愁啊愁，早知道在家裡就想好，要不每個月要個1000兩，好像有點少了。封元帝還蠻大方的，經常賞賜的都是上萬兩，那就每個月1萬兩。可行。封元帝還蠻大方的，經常賞賜的都是上萬兩，那就每個月1萬兩。可行。李峰死死地咬着下唇，封元帝額頭的青筋都冒出來了。他當時真的是腦子抽抽了。他缺银子嗎？這小崽子晚上怕不是要睡在銀票上才睡得着吧？哦對，靈蘇縣大禹還薅了朕3萬兩，3萬兩。果不其然，9月在那掰着手指頭，封元帝猛地站起來，在那轉着圈的找東西。9月猛地止住聲音，縮着脖子。陛下，您找什麼呢？華麗麗的從書案底下抽出了一根竹棍，還是紫竹棍。我的天！9月捂着屁股轉身就跑。封元帝真的是第一次，特意命人給他準備了紫竹的棍子。浮塵哪兒打得動這小崽子？哎呦！9月溜太快，太子來了，正好就挨了一下。這進宮準備和封元帝說側妃也懷上了，太子妃順利產下了一個小皇孫，封元帝喜得險些大赦天下。要不是顧忌着那般太招搖，大赦的聖旨都險些下來了。隨後東宮接二連三的有嬪妃懷孕，這不側妃又懷上了。封元帝已經見怪不怪了，沒見他身體好的都能抄着紫竹棍追着9月打屁股了嗎？所以太子嬪妃能生孩子了不算什麼。太子捂着手臂委屈巴巴地看着封元帝，卻還是站在9月的身前，怕9月被揍。二公子大人還是有點疼的。9月躲在太子的身後，鬼頭鬼腦地探了個腦袋出來。來，你過來到朕跟前來說。不要，你要揍我！不要，你要揍我！你自己说说，這次從靈蘇縣回來，朕給了你多少銀票？9月記不清了，反正不會低於10萬兩，加上那10車的寶貝，數都數不清楚了。你缺銀子嗎？
好啦，那我不要了不就成了吗？小气。然后直接被丰原帝追着跑出了院子。丰原帝给九月的赏赐早就超过了俸银不知道多少了，九月就是薅习慣了。九月此番的特训营动静弄得颇大，整个都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九月的特训营。眼看寻来的人越来越多，九月大手一挥，一人200两，收。每个报名的人都给了一份告知书，3个月不得探视，不得回家，最后的最后是一份生死状。不少人看到最后的生死状打了退堂鼓。渐渐的，这件事就闹到了朝堂。丰原帝書桌前堆着半人高的奏折，全部都是参九月的，說九月肆意敛財，大肆招收民間人士，練私兵，就差把九月要謀反擺在明面上了。丰原帝頭疼的捏了捏眉心，他什麼時候開始給九月擦屁股的，他自己都忘記了。另一邊放了2本書。這是什麼？郡主特意送過來的賬本。什麼賬本？嚯，好家伙，上面明明白白的寫着哪些人給了他200兩銀子，真是就差着明晃晃的搖着手绢和豐原帝說，看吶，我在斂財呀，一人200，童叟無欺。這小崽子，這又是什麼？郡主說這本說什麼？說讓陛下您晚上躲被窩裡慢慢看。